离婚之后到底是男人更想再婚还是女人更想再婚呢？其实一定是女人更想尽快嫁出去的。为什么呢？这句话可能女人不爱听，但是事实呢就是很少有女人她不需要婚姻的。如果男人的经济能力比较强的话，那他对婚姻的依赖性就越低。毕竟是男人都是靠自己挣钱买房买车养孩子养家嘛，他们都是靠自己说实话如果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的需要，有几个男人会主动的投入到婚姻里面去呢？但是离婚的女人呢就恰恰相反了刚刚离婚不久他们就会急着想找下一个人的怀抱了。你去看一看朋友圈很多晒离婚证的广而告之的几乎都是女人干的。为什么要晒出来呢？对吧？他们对上一段婚姻极度的不满，当然呢我们也不否认有些问题可能真的是男人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二婚的女人呢往往离婚之后呢就想马上寻找下一家，并且呢提出来的条件比之前还要高，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经历过一段婚姻了之后更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是往往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选择权，即使是别人对他挑来选去了。二婚是非常被动的，当他们终于发现自己行情很不好的时候，又会自我安慰说要个男人来干什么呢？钱我自己可以挣，娃我自己可以养，房子我自己也有，车我自己也能开其实真的这种有底气的女人呢说这个话呢也就罢了她们确实是新时代的独立女性人家不依赖男人也能生存得很好。但是呢另外有一部分女人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他们也跟着起哄说找个男人真的没有用我就想问一问从大面上来讲，保家卫国啦，抢险救灾啦，这些事情不总是男人们冲在前线的吗？难道是女人吗？在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当中，大多数不也都是男人吗？往小了说，家里边的苦活、累活、重活、脏活，大多数不也都是男人在扛吗？家里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女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先给老公打个电话，对吗？有一部分的女人不管她是头婚还是二婚她都要把婚姻当做一个跳板的，她们总是想通过婚姻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已经很少见到那种能麻利操持家务、教育孩子有耐心相夫教子的女人了。相反的，有不少的女性表示什么家务都不会干，嫁个人结过婚就变着法儿要去索取，嘴上喊着是男女平等，实际上呢又极其的双标，这边要依赖男人的经济那边呢又喊着要独立，既要求享受的同时呢又要求被尊重。二婚遇到的女人呢就更现实了真情人家都留给前夫了精力呢也都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再婚的男人呢还能遇到真爱吗？也难怪男人们不想再婚了嘛，他们说要保命要紧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那种只会索取不懂感恩和付出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是不是这样的？现在的年轻人你可以不用再担心被催婚了，也可以坦然面对父母了，因为如今你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据统计城市的适婚青年未婚率已经达到了 56.9%30岁以上的未婚人群呢已经超过了 20% 之多。未来这个比例可能还会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呢，平均每5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是没有结婚的。晚婚或者不婚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大家都不急，我急什么呢？说实话这2年结婚人数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9年的时间下降了 49.3%几乎是腰斩了。这些现象不止急坏了家长们，更急坏了专家有的专家认为呢，结婚率暴跌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以自我愉悦为中心，太过于追求自身的发展和快乐了，是最自我的一代人。但是我觉得恰恰相反其实在婚恋行业这么多年，说句良心话，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正有责任心的一代人。一般普通人呢，一生的目标概括起来无非就是成家立业4个字。但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觉得自己立业不稳，根本无法为后代带来一个很优越的环境，支撑一个家庭谈何容易，所以他们才会选择不成家以前的趋势的确是早结婚早生子，可如今呢时代变了呀，大家更注重于个人的成长和自由选择结婚，从完成任务变成了一份沉重的责任。看看现在的钻石价格崩盘了吧，幼儿园区的生源减少了吧，教师也在过剩了，这些正是婚恋经济的缩影。以前热衷于结婚是因为结婚的成本低，现在结婚呢却要勤勤恳恳，不敢生病，不敢失业，不敢开销大，每一件事情都很容易磨灭掉一个人对于婚姻的热情。生活质量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所以年轻人无论是选择结婚还是不结婚，
都不存在对与错，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道理和想法啊。时代确实不同了，长辈们呢真的不用太过于纠结，大家说对不对呢？咱们评论区讨论讨论。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不想结婚了呢？很多的男生他的理由是现在谈恋爱的成本太高了，谈一个谈不成，谈一个谈不成，钱花了没结果结婚的时候还要准备房子车子和彩礼，女生没有几个真的跟你谈感情，离婚的话一半的家产还得分给人家要是能生个娃也行就算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嘛。可是有的连娃都不想生遇到个丁克你就自认倒霉吧。现实当中还充斥着各种物质女、捞女、螃蟹女、普信女、渣女，都很难分辨出来一个适合结婚的女人，干脆就不结了，或者谨慎一点。现在一个人想干嘛就干嘛，自己挣钱给自己花，他不香吗？不用看老婆脸色，不用去照顾另外一个人的情绪，还得委屈自己，也不用去处理婆媳矛盾，自己一个人想走多远就走多远，自由自在的多好啊。那女生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女生说我不是不想结婚，我只是不想找一个降低我生活质量的男人结婚，我也想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找不到一个值得我为他生孩子的男人我宁愿做一个未婚妈妈。现在也合法了不是吗？现在的男人如果你懂事听话脾气好，他就 PUA 你，如果你比他挣得多，他还有几分自卑，动不动就劈腿如果你跟他说钱他就说你物质，说你的感情和婚姻都是交易。有担当的男人是越来越少了，很难找到一个人品好的男人适合结婚的对象。现实中到处都是普信男、渣男凤凰男、妈宝男，太难找了，索性就不找了，这样也好，不用给人家做家务当保姆，伺候公婆还要生孩子，不用处理复杂的家庭关系，自己一个人照顾自己就好了享受生活的美好不如认真的搞钱，寻找自己的诗和远方不好吗？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开始放弃婚姻这个传统形式了。他们说压力大，房价高，工作难找，也有人说不想失去自由和独立。近些年的高离婚率也让很多的人不再相信婚姻的持久性。现在的人追求的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人们追求的是物质和财富、地位和名誉，而现在呢，人们更加重视的是自我实现、精神自由和个性追求。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结婚不再是他们追求幸福的最终目标，他们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事业、学习和兴趣爱好上，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来实现价值和成就。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拒绝结婚，也许他们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寻找自己想要的伴侣。未来的人结婚会越来越晚的，你认同吗？最后让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你对结婚有什么看法？造成年轻人不想结婚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欢迎到我的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想法。相亲有这么直接的男生吗？最近呢，有一个92年的男生他来找我匹配嘛，他条件挺好的，很快呢就给他匹配到一个95年的女生，他们俩见面了见面之后呢，聊得还不错，彼此呢都挺有眼缘的。于是呢，男生就跟女生说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最满意的一个姑娘，你觉得我怎么样呢？女生说我觉得你挺好的，不过我们还没有那么了解嘛，可以再接触接触再说。于是男生就说可以不过在接触之前呢，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不然呢再接触也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女生说可以那你想问什么问题结果男生就说你介不介意我们互查一下开房记录和就诊记录，这样就可以了解得更快一些女生说我不介意这个可以的。男生没有想到女生会同意就很高兴地说那我接下去呢还有2个问题呢，你别太介意，如果你不想回答也可以他说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过同居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打过胎。姑娘脸色突然就变了她可能也是忍了很久了，嗓门一下子提高了8度，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相亲这么直接问别人的隐私的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什么人好不好？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难怪你相了30多个女生全部都失败了，你活该你知道吗？结果这个男生说怎么着，我还不能有自己的选择吗？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玩累了，然后呢就找一个老实人结婚当接盘侠，然后呢还来操控我们家3代的积蓄给你买房买车送彩礼还得给你优渥的生活，凭什么呀？反正我做不到，我就是不想接受那些同居过的女生，跟离了1次婚有什么区别呀？如果还堕过胎那就不用说了我宁愿这辈子不结婚，我也不找这样的，我就是觉得膈应。大家觉得这个男生到底是有病呢，还是人间清醒呢？
春节相亲你花了多少钱哈？我们来算算这个男生春节这几天假期相亲到底花了他多少钱。今天呢，有一个90年的男生跟我说哈，他终于逃脱了家里的催婚和相亲哈，回到了北京。一回北京就觉得一身都轻了。这次呢，他在老家从年前就开始被家里安排相亲了，每天他要看好几个姑娘哈，把自己累得跟狗似的啊。后来呢，加了10几个女生的微信，看了18回热辣滚烫，14次飞驰人生，吃了15次海底捞。他说现在他想起海底捞的名字都想吐。他还爬了9次山哈，累够呛。中意的姑娘呢还是有几个啊，愿意接触一下的。走之前还得给人家买点礼物，出点血都算了哈。关键是一回北京就回到了现实，异地恋他谈的是不得劲儿的呀啊，那都是北京的吧，想着再约约吧，还得继续花钱，对吧？他说啊，他现在只能一声叹息嘛，没办法啊，谁叫咱是男人呢？所以啊，女生们也看一看哈，其实真的不要怪啊，现在的男生他们有点算计，有点小抠门哈，你们呐得理解他们呢啊，我说的对不对呢？33岁算不算大龄剩女呢？当然算哈，你也别不服气。你说你学历高，你想找个学历高的男生应该不过分。你说你长得漂亮，那找个男生就得长得帅啊，这个是不是也不过分？你说你的收入高啊，有房有车，那找个同样收入也高啊，有房有车的男生是不是也没有毛病？对不起哈，有毛病。这个就是你为什么成了大龄剩女的原因，因为你既要又要还要，综合条件这样好的男生，他缺女孩子嫁吗？他能找你33岁的，也能找一个23岁的，那人家为啥要找你呀？所以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们知道为什么有的姑娘人家就能嫁得很好吗？因为人家懂得取舍。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挑男人的时候只挑1、2样。比如说哈，有的姑娘她就想找个有钱的，那她就只挑有钱的。至于说这个男人的身高啊、长相啊、学历啊、婚况啊、年龄啊，她就完全可以不去看的。还有就是有的女孩子哈，她就喜欢学历高的，那只要这个男孩子的学历高，其他的情况她就可以不太考虑了。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原生家庭不怎么样哈，身高长相也不怎么样啊，有没有钱也不太在意的啊。还有的女孩子呢，只喜欢那种脾气好、性格好的啊。然后呢，那这个男孩子有没有钱、身高、长相啊，她也可以不在意的。还有的女孩哈，就不喜欢长得帅的，那只要这个男孩子他足够帅，其他的短板他也是可以无限度的去包容的。所以呢，人家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呀。像咱们这种哈，什么身高、长相、学历、年龄，包括这个物质要求、精神需求，样样都要的，那真的就有点难了啊。再加上你已经33岁了，那基本上啊，你不降低要求，这个是很难嫁出去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咱们到评论区八卦。同居就等同于结婚了吗？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哈，最近她刷到过好多这种视频哈，看评论区的男生们都非常认同这个观点。那我就觉得哈，如果我是一个同居过的女生，我就不承认我同居过，谁又能知道呢？男生既然嫌弃有同居史的女生，有些女生也真是很傻的哈。男生问你，你就说没有不就完了吗？如果是我呀，我肯定不承认的。他又没有证据，怎么能发现呢？其实哈，我在这里告诫一下啊，那些有过同居史或者正在打算要跟男朋友同居的姑娘们，你要知道哈，同居的本质其实就是结婚。你跟一个男的同居了，其实和结婚没有什么区别的，你们完全过着夫妻生活了，只是少了那张纸而已啊。我知道很多女生哈不太愿意接受这个说法，可是你该给一个男人的都已经给过了呀，你相当于已经给别人做过一次老婆了。你再换一个同居，相当于又结了一次婚。如果你和很多男人同居，那你就结过很多次婚了呀。各位，你一定要明白哈，实质性的婚姻，不管是有证无证的，只要在一起生活，做着夫妻该做的一切事情，那就是实质性的婚姻了。那张纸不是实质，那张纸啊是用来划分财产的，日日夜夜在一起的生活才叫实质。所以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现在到底是谁降低了生活质量呢？经常我都会听到一些女生说哈，找个条件差的男生结婚啊，会降低他的生活质量。那我怎么听呢，都觉得这句话还是有点毛病。现在不管是谈恋爱还是结婚，还是婚后养家养孩子，基本上啊都是男人在承担经济开支，对吗？难道是女人在承担吗？
好像也不是吧。女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认知，是因为有的女人她认为她不结婚的时候呢，她挣的钱都可以随便花，一结婚她就不能那么花了。如果能找一个有钱的男人或者挣得多的，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了呀。不但自己的钱可以随便花，老公的钱也可以归他。所以呢，其实真正降低了生活质量的是男人。咱们来算一算一个普通的男生，就算一个月他挣1万块钱，如果他不谈恋爱不结婚，那他不比一个月挣几千块钱的你要过得舒坦吗？那个钱简直他都花不完好吗？发完工资除去了房租水电1000多，一个月2000的生活费足够他吃得很好了。298的洗脚是刚需隔段时间就去解乏，一个月呢也1000不到。喜欢的游戏皮肤直接全款拿下就好了呀。日子都过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还有一点钱也没花完，咱还可以给自己添置2身新衣服，时不时的呢带兄弟出去聚个餐喝个酒撸个串一个月下来怎么也绰绰有余了。如果要谈恋爱的话对不起，所有的焦虑和痛苦都来源于女生的物质需求。男人们真的不要再被女生拉低生活水平了，更不要去花没有身份的钱。真正喜欢你的女生，她是会替你省钱的，替你计划的，而不是一直在消耗你。所谓风吹哪页读哪页嘛，哪页难读就撕哪页嘛。谁爱我，我爱谁嘛。这样的神仙日子过着它不香吗？我看现在谈恋爱结婚明明就是男人在降低生活质量怎么还变成了贼喊抓贼了呢？大家说对吗？咱们不要再被那3000万男光棍的数据给骗了知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女光棍数量已经突破了1个亿？好多的女生还在做梦呢，还在挑挑拣拣呢，居高临下认为相亲就是给男生一个追求自己的机会。找个对象呢，既要男人帅又要男人有钱，既要男人有有趣的灵魂还要男人有胸怀给他万般宠爱。谈恋爱呢，天天的就钻研怎么让男人对他挥金如土，怎么才能说3句话就能把男人迷成智障，如何才能让男人把他宠成小公主。40岁的男人呢就叫油腻大叔，可是40岁的女人呢却叫小仙女。小仙女们还天天的梦想着白马王子高富帅从天而降我都不想说了过去不管有多少人追过你，不管有多少人跟你谈过恋爱，事实证明你确实失败了败给了时间，败给了现实。这个就是被淘汰的结果。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优秀有多么骄傲，大龄女生你的结局就是有家无室了，你必须降低标准，你们认可吗？今天一个28岁的女孩跑来跟我哭说后悔了，想跟男生复合。那我就问她咋了嘛？她说跟男生相识半年多了相亲认识的。前不久他们去见了父母，就因为女孩的父母提出了几个条件，男生这边不太同意，不愿意顺着他家里的意思办。女孩就当着他的父母的面跟男生大发脾气，当即就叫男生滚出去。那他呢，从小全家就很宠，他说就是他不宠我，他不照顾我，父母提点要求他都觉得过分。我当时就是很生气。但是这个男生离开之后1个多月都没有再联系过他。那前2天呢，他就开始有点后悔了，跟几个朋友去酒吧玩喝多了就直接奔男生住的地方去敲门。男生一听是他就不给他开。这个气急之下女生就开始砸门了，一直闹到了邻居报警，直到警察来了，这事才算完事儿。但是男生表示不会再跟他复合的。所以今天他就跑我这儿来了想让我跟男生谈谈能不能重新在一起。你们说说，这样的女孩男生还会跟他复合吗？我就跟他说假如一个3岁的孩子像你这样子，那我们会说这个小姑娘奶凶奶凶的挺好玩。假如一个17岁的女孩像你这个样子我们也会说这小姑娘有点刁蛮任性，也挺好玩的。但是如果一个27、28岁的成年人了还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只能说姑娘，你现在是在向一个泼妇靠近，已经不好玩了它已经成了你身上的一个标签。28岁的女人如果此刻还呈现出这种状态，那我建议你这一辈子最好是不要结婚，因为只有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才配走入婚姻，否则你将虐死别人一家子，知道吗？结果想不到他居然跟我说我就是生气，我也没有恶意的，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哎呀姑娘你是一个漂漂亮亮的人，那是什么东西才会恶心人呢？
你是那个恶心人的东西吗？你把自己存在的意义和美好的青春时光全都花在了恶心别人这件事情上吗？你还说你没有恶意，你把自个儿看成什么了？把宠爱你的父母又看成什么了？不要在这种没事去喝酒啊！假如你酒后根本就控制不好自己言行的话，你就别喝，因为酒精又会把你点炸，那把你原本可控的一面彻底变得不可控了，这个太可怕了。你要好好检讨你自己。这个男孩你就别努力了，放过他和他的家人吧，他的父母是不会接受你这种性格的。你现在已经输了，知道吗？你输的连一点点的余地都没有，你还谈什么复合呢？你们觉得可能吗？最近有2个事儿你们来评评理，到底是男生的错呢，还是女生的错？一个女生呢应邀参加男生的一个饭局晚上她喝多了，男生就开着车带着女生往自己的家里去。女生呢有点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情况，下车之后看见男生把自己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酒忽然也醒了一半了。男生就说这是我家，你要不要上去看看或者坐一会儿？女生居然同意了，也跟男生也上了楼。于是女生还在男生的家里沐了浴更了衣。男生说要不今天你就住这儿吧，你睡卧室，我呢睡客厅的沙发。可是到了后半夜，男生就开始敲女生的门，女生不开，2个人便争吵了起来。男生怕吵到了邻居，就叫了辆车呢把女孩送回家了。但是女孩可没有善罢甘休，第2天她就跟所有认识他们的朋友群发了一篇小作文，说这个男生是个臭流氓，没素质。还有另外一件事一对刚相亲认识不久的男女，彼此呢都很有好感，他们想往结婚的方向去交往。由于认识的第2周2个人都要去外地出差，男士就邀请女生说你忙完了以后呢去我那个城市找我。于是他们在男士住的大酒店餐厅吃了顿饭，饭后呢男士就邀请女生去他的房间坐坐，女生没有答应，男士被拒绝了，觉得脸上特别挂不住，就甩了一句说那一会儿我就回北京了，你呢就自己安排吧。然后就把这个女生一个人扔在了酒店餐厅里。你们说说这2件事到底是谁对谁错呢？